好，这一节课是要来讲这个基本的运作流程跟主板型设定要怎么去设定。那这边的运作流程不是在讲 MVC 的运作流程，是要来讲我们这个 SP Netcore MVC 这一个架构在 Netcore 这边的运作流程，因为它是实现这个 MVC， 但是它自己细部也是有很多运作的流程跟顺序。那之后还会再来讲一下因为这刚好也牵扯到主板型设定，所以也就顺便来讲一下。那到了这一节之前，其实已经讲过蛮多基本的东西了。那我觉得这一章算是最后的基本的东西，再做一个统整的结尾可以放在这一章来讲，就用这个流程跟主板型介绍来做这个基础的这个功能教学的结尾。那 MVC 这个是一个大方向，那实际上我们在实现这个MVC 的架构，那这边是用 Netcore 来实现，那它也有它自己的运作的顺序、运作的流程，所以这一节课就是要来讲一下。那第一步的话，我们使用者会要求这个网址嘛，那要求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架构里面。那这边就来讲一下，比如说使用者今天要求这个 Home Index， 那首先的话在我们程式里面，我会先看说他要求的这个第一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Control 的部分是 Home 的话，我就会找到我这一个目录 Control 的目录里面，然后是 Home Control 的这一个，就一开始就进到这一边。那第二步的话，我们会再看一下第二部分的网址，是 Index 的话，我们就会找到 Home 里面的Index 的这个方法。那如果还有记得之前有讲基础路由的话，这个规则其实是设定在基础路由这边就是这边，它有3个部分，网址有3个部分组成。那第一个部分就会对应到我们 Control， 那第二个部分就会对应到我们 Action， 那第3个部分是参数，以后会介绍。这样的规则是因为这边有设定你设定其他方式就不一定是这样的规则了。好，那先大概再回忆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再回来看到，那因为有这样的规则部分，所以我们网址第一个部分就会对照到我们的决定说我们要去哪个 Control 了，那第二个部分就会决定我们要在这个 Control 哪一个 Index 下面。那接下来就是算是一个重点了就是还没讲过的部分。接着我们就会 return 这个 view 如果你今天这里可以 return 很多东西，那以后会再讲。那我们这边通常部分会 return 这个 view。那这个 view 要怎么决定它要 return 哪一个呢？那在这个架构下有个基本的规则，就是在 view 的资料夹底下找到对应 Control 的名称的资料夹底下的对应方法名称的那一个 CSHTML 档案，就会回应这一页的内容。好，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回应架构，但是它的流程并不是直接就走过来了，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它的流程是什么。那它这个 return view 其实它第一个流程它会先去哪里呢？其实它会先去这个 view start 这一页。那这一页是在做什么的呢？这一页它其实是在宣告说我今天我的这个页面要不要套用什么主板型。这边的话它有写说主板型它是用 layout， 反正这个参数是固定的， layout 等于这个 layout 就代表说我今天这个页面我要套用一个 layout 的主板型。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在这里。那其实它可以写全名整个完整的路径，但是它这样子就是省略写。那省略写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它就是会去找 share 底下的 layout， 然后这个副档名也可以省略，它就会去找这个位置。那这是一个省略的写法。那所以说第一个它会先这边 return view 之后，它会先到 view start 这边去设定一下它的 layout， 接着才会到我们 index 这一页去回应这一个东西，把这个就是走到顺序啦，这个顺序是这样走的，先 Control 的，然后再方法，然后接着到 view start， 接着再到这一个 index， 最后接着就到我们的layout。那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在写的时候，应该会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这边的页面明明就只有这些东西，但是
是为什么我最后呈现出来页面，好像多了上下这两个东西哦，没有错，这上下这两个东西放的位置就是这个 layout 单哦，就是这一些 HTML 码 footer 在这边哦，就是下面这一块，然后头的这一块哦，在这边。那我们这个 index 这一块在哪里呢？哦，就看到我们 layout 这边有一个这个小老鼠 real body 哦，这个地方就会是放我们这一段啊、哦，其实最后的呈现页面，它会把这一段给放来这里啊、哦，放来这里。那放来的这个做法，它是用这样去宣告说，我这里面这些档案的内容要放在这个区块。那这里这外面就是一个类似一个主板型的页面，就是有时候我们网站就是选单的外壳嘛，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那会变的都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想要说会有一个主板的外宽的设定，那变的只有内容。那所以说，这个外宽的设定就是你自己去设定，然后最后你决定那个会替换的内容要放在哪里，你就把这个移到你想要的地方，那它就会放在这里。那这预设的是放在这里，有头跟这个尾巴啊，它就放在中间，就是这一块。所以这边的内容就会替换这中间，然后上下都不动哦。那所以说它整个的运作流程是这样子。那记住了这个顺序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之前有提到的，我们好像有在这个 layout 这边印出这一个 view data 的 title。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这边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index 它有在这边设定我的 view data title 等于 home page， 那这一个这一页就等于 privacy。为什么可以在这边设定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边设定这边这个网页是比 layout 更前面去执行的，所以最后在 layout 这边才取得到值。如果你这个先执行，这个再执行的话，那这里绝对是印不出东西的。那会印得出这里面设定的值，就代表说这个档案铁定是比它先执行先设定。那在 Home Control 的这边设定的又比这两个更前面，所以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记着它的执行顺序是怎样，你才能够去做出你的一些设定的配置，因为有先后顺序，你如果顺序搞错了，那先后顺序你设定的值可能会取不到因为它比它更前面先执行所以当然会取不到后面才设定的值，所以它这个运作流程就是因为它比 layout 先执行，所以它可以去设定值之后 layout 这边就秀得到这个值就是这个画面这上面的这个值。好，所以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这个顺序一定要记起来那我们这边知道了这一个顺序跟原来这个是有个主板型设定的话，那我们这时候可能会想说，那我们想要换一下主板型，就是说我今天可能 Home Control 的是想要套这个主板型，但是我们上一节课有用一个配，我这个配想要套其他主板型我不想要套这个，可能网站很大，有很多不同的主板型那这时候要怎么设定呢？我们第一个设定方式，我们就从这个View Star 来做下手。怎么做下手呢？我这边写了一段程式码，用程式码去控制，然后是写在 View Star 这边。这段程式码是什么意思呢？我先取得 Control 的 name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进来的是 Pay Control 的，这边的值就会是 PAY， 那如果是 Home 这边就会是 Home， 那我这边就写说，如果 Control 的是等于 Pay 的话，我的主板型我就要套 Pay Layout， 所以我这边要再新增一个Pay Layout。我就用复制的，然后我这边稍微改一下这个东西 Pay Layout。那这个东西是哪里呢？这个东西是我稍微改一下这个头，就是 Home 的话是原来这一个 Web Application 1那如果是 Pay 的话，我这个头就改成 Pay 我稍微就改这么一下下。那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进来的 Control 的是 Pay， 我就套 Pay Layout， 那其他的我直接简单的 else， 其他的我就套原来的版型。这时候我们再启动一下。好，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Home 的话是套这个本来 layout 的版型，那我们 Pay 的话有没有看到？我们就变成套另外一个版型。所以说今天你有很多不同的页面，然后不同的页面各自有各自想套的主版型，要怎么样去套呢？就这样去用程式的方式去设定。
然后就是这边去设定说，哦，你今天是哪一个 control 的，所以我就套哪一个 layout 的版型。那这是一种设定方式，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种设定方式，这是用程式的方式去设定，但是它其实也有规则的方式去设定。什么意思呢？好，我今天这边把它复原layout。那我这边的话，应该配的这个标题又变回来了，那就是恢复我们原状。那其实除了这样子，我们刚刚用程式去控制它的 layout 的方式，其实还有一种它本身就有一个预设规则。你其实这个 view star 你还可以放在你这一个资料夹底下就是你哪一个 control 的对应的 view 的那一个资料夹底下。你可以去放 view star， 那这里放有什么用呢？这里放其实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 control 的也想要去设定这个 layout， 然后我不想用刚刚那个程式的方式，可能写太多会很杂乱，我想要用更直觉的方式，我今天一打开这个资料夹就知道说它其实也有个主版型要设。那这样子写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写法其实就是说这一个 view star 其实是会先执行的，接着他会去再找里面的有没有 view star， 如果有的话，他就会再执行。所以说先后顺序是怎样？这个先，这个后。那这个先虽然他已经先设定了，但是这个之后又接着执行，所以他会把刚刚外层的 view star 的值给盖过去，所以最后我的这个配的这一个 view 就会套用 pay layout 的这个主版型。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有没有套用。好，有没有看到网页已经帮我重整了，所以这边我的配的这个版型又套回了这一个 pay layout 的版型。所以说第二种设定方式就是可以在你想要的这个对应的 view 资料夹底下放上它自己专属的 view star， 也可以去直接设定这样主版型。那这样子就不会觉得很乱了到时候可能有很多，然后这边就很乱，你还要去看，直接用一个资料夹阶层的方式去做设定。我今天一打开就知道配自己有个主版型，那这个设定的是在这里，然后就是这个主版型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方法去做这个设定。那这是一个顺序，所以顺序很重要顺序可以决定说最后呈现的结果是怎样。那最后我们有可能我们有些网页不想要套主版型，那不想要套主版型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设定呢？很简单，我们今天就用最后一个地方，我在配的这个 index 上面也可以设定 layout。那记得这边它的顺序是在哪里？它的顺序在 view star 之后，所以我这边设定 layout 又会盖掉 view star 设定的 layout。那我这边如果这一页我这一页不想要设主版型不要这一页好了，配 OK 这一页我不想要有主版型，那我要怎么做呢？null 的时候 layout 等于 null 的时候，就代表说我这一页我不想要套用任何主版型。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index 这一页还是有主版型，但是我付款成功那一页是没有的。我们就按下去，有没有看到？这一页我可能不想要套用主版型嘛，所以这边就没有套用主版型了。那我回到首页，又套用了。所以说它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去做设定，你要套用什么样的主版型，就是第一层最外层就是大家每个 control 对应的 view 我都要设定哪个主版型。那进一阶的我某个特定的 control 想要自己设定某个特定的主版型，你可以在里面加个 view star。那又再更进一阶的，你如果这一页你这一个 control 的某一个 view 你想要套某个主版型，你可以在这个 view 的这一页一样在开头的地方宣告 layout， 然后宣告你要套用的主版型。那我这边就是套用这个 null， 所以这很明确可以知道说它的先后顺序是这样执行的，所以最后设定的才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值。那你会说这边应该是最后的吧，但是这边在设定主版型已经没意思了所以这边自己就是主版型，所以不可能会在这边设定。所以基本上设定的位置就大概是这三个，第一个就是最外层，第二个就是自己的内层，那第三个就是自己的那一页大概有这三个可以去做主版型的设定。好，所以说今天这一节就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基本的运作流程跟这个主版型的设定要怎么去设定。那有三个位置可以去做设定。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